比特币会在下周突破新高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来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状况。首先，我们在6月4号呢，又重新出现了爆量的流入，不过后继无力。你可以发现，我们后面呢，到6月5号、6月6号这几天，我们流入量就持续的萎缩，直到我们周五的时候啊，6月7号，它的流入量呢，已经跟前面呢相差不多了，所剩无几。它流入量呢，爆量增加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那如果我们要有持续的上涨，尤其我们想要突破前高，我们想要创出一波新的多头趋势，我们一定会配合持续稳定的巨量 ETF 流入，那才有可能。像我们现在萎缩成这么少的流入量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开启一波新的多头的。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盘面上啊，我们爆量的这根是6月4号，我们可以来稍微对比一下。其实6月4号，因为我这个时间我用的是东八区，所以它会时间会稍微往后延一点点哦。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6月4号啊，我们这里东八区晚上8点的时候，这个是美国的正常时间。那这个时候 ETF 开盘，然后拉上去啊，就显得非常合理。然后一直从6月5号、6月6号哦，然后到6月7号，那我们流入量呢一开始减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猛烈的下跌了。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比特币未来的走势呢，我们就要很清楚的了解 ETF 它的变化呢是瞬息万变的，尤其在加密货币市场一个变化这么快的市场当中，我们要很了解，对 ETF 非常了解，因为 ETF 跟比特币的行情呢实在是太相关了。那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个数据，那现在呢，大家最注意的就是美国的 ETF， 当然美国的 ETF 它的资金也是最大，然后影响也是最大的。不过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世界各国呢都已经上线了，纷纷上线了他们的比特币现货 ETF， 这个是以前从所未见的。美国开了第一枪之后呢，你看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呢，跟得非常快速。像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之后呢，下一个就是香港。那香港 ETF 的流入量呢，当然不能跟美国去做比较，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的数据呢每天这样子解读。那当然，美国的它的流入量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啊，其他国家完全就不值得一提。那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加拿大，然后香港，然后澳大利亚，甚至亚洲的泰国都已经有 ETF。那英国呢，他们上线的是 ETPS， 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那其实也不只是这些国家，还有很多其他还没有 ETF 上线的国家呢，现在也都在试着要上线 ETF。因为比特币 ETF 它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它的收集资金的速度，那就可以让这些发行 ETF 的机构呢赚进大把的管理费。那据说啊，台湾也很有可能就在今年2024年的年底，很有可能就会上线 ETF。你其实可以自己想象一下现在其实比较有钱的这些长辈，就是长我们一辈的，可能50-60岁的这些人呢，他们通常投资的管道呢，还都是以台股为主。如果他们可以直接用台股的方式呢，就直接投资到比特币上面，那你可以想象会有多大的一笔资金会流入到市场当中。那当然也不只是台湾这样子，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因为美国已经开启第一枪了，所以未来 ETF 肯定会主导整个比特币的市场。那随着越多国家的开放呢，资金流入越多，比特币就可以涨得越高。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你完全不用做任何交易，然后就可以直接把现金直接给提走，然后我们也很欢迎你这么做。那现在呢 ，Bybit 已经开放中国大陆的用户进行 KYC 了，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开放过的。那 Bybit 的平台优势，我认为就是在做合约上面。那确实，如果你以现货，它或许不会有币安 OK 要来得更稳定，不过它现货现在的排名也是仅次于币安跟 OK。那合约的话，我认为 Bybit 绝对是首选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ETF 的组成状况好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从6月5号就是流入量算是很高的这一天当然最高的是6月4号，但6月5号的流入量也很高那我们来解读一下，
总和的话是488个 million 的美金呢，4.8亿的美金呢，非常可怕。那贝莱德呢，他在过往来说，我们认为他会是最多的。不过你可以发现在6月5号这一天呢，富达它流入的比贝莱德要来的更多。那最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5号这一天呢，完全没有任何一档 ETF 流出啊。之前 GBTC 它都是流出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其实我们已经平衡了。以前我们都灰度的持仓呢，它会流入到贝莱德里面。不过现在呢，灰度它依然是在流入当中，就表示其实灰度的这些筹码呢，其实已经稳定了，它不会再有这种很夸张的这种流出啊，不然它就不会有流入。那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详细的数据好了。那我们常常看这个图表这个是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状况，当然这里只有采集美国的这几家。那 GBTC 呢，在倒数的第二个GBTC 在倒数第二个，因为最后一个是 total 是总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过往呢，流出或者说砸盘呢，都是由于灰度的影响。那不过现在你可以发现其实灰度它也不怎么再流出了，或者至少呢，它的流出已经对盘面造成不了影响了，不然它是不会有流入的。你可以看到，那它即使流出呢，流出的量其实也并不多，就是37个 million 36个 million 对于整个池子来说呢，绝对是不足以影响的所以基本上灰度抛售 GBTC 砸盘的现象呢，未来也不会再发生，或者说它的影响会微乎其微。那我们可以再来继续观察，因为我们6日嘛没有 ETF， 那接下来流入会呈现什么状况呢？那最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其实我认为这轮牛市它依然是还处于很初期的阶段，或者说我们未来呢绝对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因为这个图表呢只要一减半就会把图表重新 reset 重新归零。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我们在2011年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减半它也是一轮牛市没错，可是当时没有减半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减半过后呢，我们往后创造了100倍的涨幅。对，你没有听错，100倍，从减半到最高点100倍。那后面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减半，所以我们就归零了，从重新开始计算。那我们到了2018年年初，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创造了从减半开始算就创造了几十倍的这种涨幅30-40倍的涨幅，算是非常夸张了。那我们到了2020年减半呢，然后一直到牛市的顶峰我们也大约创造了7-8倍的涨幅，这是很夸张。从减半开始因为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20号我们才减半的。今年的4月20号我们才减半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今年吧，我们从今年减半过后呢，然后一直到现在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涨幅呢是非常有限的它几乎没有什么很剧烈的波动。不过呢，这也可以表示我们未来它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所以这轮牛市绝对还大有可为。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个趋势当然旁边的坐标呢，它是取过对数的，是取过 log 的这样因为有取过对数，它才能把图表塞进来。如果没有取过对数的话，我们只会看到完全垂直的线，我们就没办法把它给视觉化了。你可以看到，我们每轮牛市呢，它的涨幅呢都在逐渐的缩小。那我们上一轮牛市依然创造了7-8倍的涨幅，那我们这轮牛市从减半之后，我们创造了2-3倍，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吧？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估算一下，还能有多少的获利呢？其实这个空间呢，绝对值得我们去把握。所以即使现在呢，即使是已经过了这么长一段趋势的现在，依然不晚，我们依然可以对未来呢有很大的期望。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